欢迎两位哈，结婚有多久啊？结婚有一年多了。都有宝宝了是吧？对。男宝女宝啊？男宝宝。说两个人在婚姻当中都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是吗？我老公他真的太不成熟了，我在这个家负担太多了，特别累，我要管小孩，还要管他家里的东西。他家里是指你们俩的家，还是全家人，公公婆婆什么的？差不多他全家人吧。你先说说他怎么不成熟好不好？我怀孕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婆婆，然后她还有一个80多岁的奶奶，我感觉一点自由都没有。因为有时候我朋友约我出去玩，然后我还要担心中午有没有人给奶奶做饭，就必须要在下午出去。乡下嘛又远，朋友知道我这个情况都把我屏蔽了，就是没有什么交际圈了，就感觉很孤单。他下班又不陪我说话，就知道玩手机，我感觉特别心酸。之前的话呢，我是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不用管的嘛。怀孕之后我就说要学点手艺，我就跟我爸爸去学那个手艺。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她自己就是说不会做饭嘛，中午需要人做饭的。早上的话呢，我跟我爸爸出去是会把饭做好来，然后晚上回来之后的话呢，我跟我爸爸也会做饭，就说中午做一顿饭嘛。在没结婚之前，奶奶是你跟你父亲照顾，是这意思吧？没结婚之前就是我爸爸一个人照顾。结婚之后等于就把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了，但我也有我自己的朋友圈，是吧？小孩还没生下来，我就待在家里，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吧？就是你觉得结婚之后，你的人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对吧？这是让你心里过意不去，你觉得是他不成熟，是吧？而且的话，我做了还要被挑剔，特别难过，还得不到认可，对，是吧？还有什么让你心里过不去的事儿呢？我为了宝宝跟他好，我不跟他吵，是吧？我就说保持心情愉快，对宝宝好。坐月子的时候没有婆婆嘛，然后他姐姐来照顾我。他姐姐1个礼拜在我这里，1个礼拜回自己家。但他姐姐在的时候，晚上怎么叫都叫不醒。他姐姐不在的1个礼拜，一叫就醒了。我说你不能这个样子，因为他姐姐当时也是怀着孕的，我感觉他太依赖他姐姐了，什么事都依靠他家里人，一点都不好，让我感觉到没有安全感。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啊，说姐姐在的时候他就睡，对，是吧？他就睡得比较死，晚上踹都踹不醒。姐姐要一走呢，他一觉就醒了。然后姐姐因为是自己亲弟弟，也不好说什么。但问题是我们说白天不是不让你睡觉，你自己玩手机，因为白天没习惯睡觉，你睡不着，那晚上肯定会困的。那为什么姐姐一走就比较那个了，是吧？人家那边有一个家，来来回回，人家要照顾自己家庭，人家婆婆肯定心里会想，她不是有老公吗？对吧？又不是没有老公，这个样子让我怎么做呀？对吧？你就觉得她在孩子出生之后的这1个月里面，不是做的那么好，是吧？那肯定或者是压根儿都不好，只是敷衍，是这意思吗？对啊，而且本来坐月子期间心思就比较敏感，他老是说话特别大的声音，一凶我就感觉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就在月子期间，他还不照顾你情绪，是吧？还有什么让你心里过意不去的呢？觉得这个人，哎呀，比如说做家务吧，他洗衣服，我们做事的衣服那么脏也放洗衣机里，宝宝的衣服洗也放洗衣机里，我们那个贴身衣服也放洗衣机里，就什么一窝就全都是往那里面丢，我真的很不舒服。家务不会做，对，就是洗个衣服你都洗不好，在你心里。这么一点小事情，你也不愿意我改一点这么一点点小习惯。对儿子好吗？他一般般。我上个月做了一个小手术，休养20天。我说你带宝宝出去走一下，多听听外面的动物的声音啊，大人的声音，来交谈，促进那个听觉、视觉各方面都好，对吧？他就不喜欢做的，他只要一做就发毛。他跟他爸爸都特别老实，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人，我喜欢比较。你不喜欢他干嘛要嫁给他呢？本分嘛，只是说我性格上面要改一点对吧？改。我希望我儿子。那改了他油嘴滑舌的，你还喜欢吗？你不一定要油嘴滑舌呀，只是说。销售嘛，你各方面大胆一点，对事业也比较帮助啊。像你说的这些改，我都有一些改，是吧？我一直都是挺内向的一个人，我本来是说做点技术活的，现在我就说改做销售了。为什么好好的技术活不做，要做销售呢？销售的话，就是说可以改变我的语言嘛。最让我受不了就是我爸妈电话我接我可以，对吧？你爸爸电话也是我接，你那边的什么亲戚电话也是我接。因为我不太会说话嘛，讲得不太好听，就影响家庭之间的关系嘛。那我也是慢慢的学过来的呀。行，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吗？最气愤的就是前段时间他跟他老板过生日，因为他老板也是我朋友，我也认识。我说你去嘛，我们那天玩的比较晚，我看到晚上10点半了，我说带小孩回去吧，这么晚了，而且大冬天的那么冷。
我等了公交车，等了10-20分钟吧。我说也没有公交车，我就心想我就走回去，因为我手机快没电了。我说怕手机付不到人家钱，身上没带钱，我就不打车走回去。大概走了11点钟，他怎么一个信息也没有，一个消息都没有。你是知道的，当时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老板过生，所有的成员都在那里开会。因为我走了1个小时，你也不要开1个小时的会吧？我特地我还发了2条朋友圈，证明我在这里。我说你会不会来找我一下？但是那时候我真的没有看手机啊。走了1个小时，我就特别累，特别伤心。然后他回家的时候才看到了我一眼，他说：“哎，你生气了吗？”我说：“我没有生气。”当时我走了1个小时，抱着我宝宝，大家看到我这么瘦是吧？其实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还要非要发个朋友圈暗示一下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说他的老板是你的朋友。对。他现在做的是销售，对吧？对。他以前是学徒，而且你们也都认为他的性格是比较本分老实的。对。是这意思吧？那他怎么就从学徒到了销售这个新的一个职场环境里呢？是你帮他介绍去的，还是他自己要去的？我本来就是说想学一份手艺，因为我比较内向，不太会说。他们的话呢，就是说也不教我手艺，一直就是说做的小工，然后我就感觉没意思。然后他的话呢，想让我就是说变得开朗一点，后面的话，就是说进入到销售这一方面来锻炼自己的胆识，就去他朋友那儿了。啊，对，只是我同学而已，他们早就认识。好，你们现在都很年轻，对吧？对。对于未来有什么规划吗？他跟我结婚，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然后到现在还欠了外债。所以我给我儿子，我肯定要给他以后规划一点。我看中他的本分，那不一定有别人看中我儿子的本分，那我肯定为我儿子规划一套房子呀。怎么弄到这套房子呢？一起去赚钱啊！等以后我儿子上幼儿园了再去，我也会出去的呀。等你孩子上了幼儿园，对啊，我也会出去跟他一起携手工作，给儿子挣房子。对啊，我又不说我不做。你有什么打算啊？一直都是他在安排，我就是说努力，就是说把自己变成他理想中的人，就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那种。就是你未来的人生是希望按照妻子的要求，对，改变自己，就是说打造一个他喜欢的造型嘛。那多好的老公啊！都听你的。问题是你像有的时候他说话有点太难听了，喂母乳嘛，我发烧他就说每个人都这样子，你就忍一下吧，或者说喂奶喂到瘦到70多斤，他就说这不挺好的吗？这么瘦一点挺好的，这我心里多难受啊！女人嘛不都喜欢瘦嘛，是吧？我就是说瘦一点好看一点，就是说希望你也心里好过一点嘛。我本来从小就这么瘦，我还喜欢瘦啊。行，你还是别干销售了，学徒挺好的，其实啊，学这玩意儿干嘛？行，我再问问啊，就要这一个宝宝是吧？我还敢要2胎呀？我哪里敢要2胎？他本人就这个样子，能力我也知道了，是吧？你想要吗？家里人是想要2胎的。他们家一直催我要2胎，一直催我要2胎。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我也知道，就说这个宝宝就是说对我压力也很大。他是说等以后赚了钱再想着2胎，然后的话呢，我也是赞同他的这个想法的。然后他们家人就一直催着我。家里那些人希望说有2个小孩就是有个照应，对吧？那你们家那样的教育方式我能认同吗？就是不可能跟他们吵起来什么的，对吧？哎，我问一句啊，在娶她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呀？就自己一个人，就是说什么活都干，哪里有朋友就到哪里干活，打零工，哪里有人玩就到哪里去玩。哦，是那种的。这个女人把你给拴住了哈。我们2个人的话呢，就是说性格还是挺好的，我自己也比较没有主见的一个人。有她的话呢，就是说我感觉还要好一些。我说他知道要带着我往前走，不是我一直带着他往前走。是你老那么强，他也带不动啊，对吧？而且我宝宝见到他就会哭，因为他陪他次数少嘛，然后他一哭就塞给我，我还要做饭，还有那些是吧？那我也累呀。那我也是第一次当父亲嘛，对吧？然后宝宝哭的话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哄他。对，他一会儿又说了，我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你今天来是为了改变的，对吧？是还是不是？对啊，我就想他成熟一点。哦，成熟。自觉一点，主动一点。行，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当时为什么嫁给他？我很喜欢溜冰，然后才认识他的。他当时也比较老实吧，就也是本分。所以你嫁给他是因为他本性善良，不会那么花心，和你们有共同的爱好，对吧？对，最重要的原因，对吗？还有一点就是他爸爸每次说我，他会站在我这边。哦，你为什么结婚啊？结婚的话呢，怎么说呢？之前就是说2个人在一起玩的挺好的，年纪也挺大了，该结婚了。经过双方家长的话的沟通，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我问你为什么结婚，我没问双方家长为什么要沟通。我本来就不太会说话，也是比较老实的那种，就是说。不，你别老说老实。有时就是说家里人说什么就认同的那种，就跟现在也一样。你自己不想结婚是吧？跟我来讲的话，结不结婚没有好大的那个关系，就跟他安排我的一些事情一样。
只要不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人生可以被别人安排，对吧？对。那你喜欢他吗？肯定是喜欢他的了否则我也不会说变得他想要的那种类型行，那你为什么娶她呢？是因为你爸让你娶她？自己也肯定是喜欢她。那你说呀，你这个孩子真是，你看多让人着急。好了，其实从这个回答我们看出两个人的性格和这段感情的纯度。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其他的杂质的东西，女生是因为我才不管你穷不穷呢，我看中你老实，未来我们在一起奔好生活，对吧？男生是因为喜欢，岁数也到了，现在本分的人依然本分，能安排的人说我太累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看似是家庭琐事的磨合，其实你们现在正在经历应该算是你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生活这一刻的磨合。你列举的对你先生种种的不满，在我看来都很平常。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你自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急躁。由于你的焦虑和急躁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氛围，所以这个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你一直说你要改变他的性格，你觉得这件事可能吗？他长到20多岁了，你说我要让你变一种性格，我啪给你换一个人，你觉得这事可能吗？你找他的时候，你看重他的本分踏实。凡事都有两面性，本分踏实的对立面是什么？不善言辞。我们在接受他好的时候，就一定要对应着接受他所有的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完美的。所以在夫妻感情当中，尤其是这种年轻的夫妻的生活当中，有3个心是非常需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宽容的心，第二个就是感恩的心，第3个呢就是体谅的心。当你们把这3个心学会了，生活就会过得很顺利。祝你们幸福，谢谢。其实我们在这个舞台上遇到过很多女生想去改变男生，但是很少遇到一个男生真真正正的是心甘情愿的想被你改变，想被你安排。而这种想就是基于你所谓说他的不成熟。其实他不是不成熟，只是他一直在被人去照顾。以前有父亲，有姐姐，谈恋爱的时候呢还有你，一直在照顾他，他自己享受这种照顾。所以说你不是让他不成熟，他成熟。他的成熟就觉得我已经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我就希望一个人来安排，我来配合，这是他已经根深蒂固的人生的轨迹安排。所以说如果你一旦让他要说改变你的不成熟，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平衡就打乱了，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了。其实你很了解他的，他是适合做销售的人吗？说话都不会说，明明是愿意跟你结婚，却只是说我是被别人安排跟你结婚的，让我们不太懂的人会认为难道你不是真心爱他吗？错了，他不会表达呀，他还是他，而需要迅速成长的是你。的确你在短时间内变换了几个角色，所以对他的建议我觉得应该是你给他很好的一个方向的指引，不要去做销售了，一定是没有出路的，只能是越来他会觉得自己找不着自我了，他会迷茫的。踏踏实实的，你只要奔一份技术的这个方向，你会成为专家的，但他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交的人士，明白吗？所以说你对他的清晰的定位，对自己心态也了解了，你们的日子节奏就会调整好的，好不好？不要太着急了。你呢，你要迅速的能承担起来一些家庭的责任，你必须要这么做，放下你的手机，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姑娘不要太着急，你眼下面临的状况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年龄做出这样的选择会遇到的情况，所以先肯定没有大问题，不要太慌张。女孩多少有一点恃宠而骄，她挺宠着你的，你想发脾气，你想数落她，她永远就是这样一副状态呀。本来咱们谈恋爱的时候就你说了算，现在都生了宝宝了，你这么伟大的母亲，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随便怎么说，对吧？你的心态就是这样。但你不能因为他的实在，他的老实，就开始有些放纵自己的情绪了。你要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他才能自信；你要从心底里去认可他，他才能撑起你们的家。
所以其实你想要他成长，或者说你们都需要共同成长，需要的不仅仅是数落，而是彼此去支持对方，去认可对方的长板，去鼓励对方的短板。你总揪着这个短处说，他就越来越，用你的话说不成熟，扛不起事儿来。而小伙子你说我娶她呢，也是说家里人觉得不错，我也喜欢她，你的整个状态都太消极被动了。可能你本身的性格是内向的，是在对事情的判断上愿意有人给你做主张，但是既然你成家了，做了丈夫，做了父亲，就不能一味的总是让别人拿主意。最好的夫妻关系是平衡的状态，是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状态。如果说在一味强势、一味的退让这样的状态下长期共处的话，迟早会打破平衡。所以你还是要去培养自己的主见，培养自己的担当，时刻告诉自己，我是一个父亲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让女性去做决断的，我要承担起我男性应该承担的角色，学着去在一些事情上，在一些判断上拿出自己的主意，而且勇于承担做出选择之后的后果，这样你们的关系就更平衡了，也能够互相的成长。希望你们的家庭幸福，宝宝健康。谢谢。好，谢谢杨老师。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唯一的一个女人，对吧？所以你也就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女主人。想当女主人的女人很多，当得好的不多。你们之前两个人的婚姻，那场婚礼就像一场收徒仪式。你选择了这个徒弟，你是师傅。你最初对于徒弟的要求只是老实和本分，对吧？但是婚后，你对这样一个资质愚钝的徒弟突然有了很多高的要求，你不是自寻烦恼吗？当领导的天职不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吗？你明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岗位上？你想想，当初你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一个男人？为什么不会跟你有商有量？因为他爹也是这么过来的，他没有母亲，他爹也找不到人有商有量。在姐姐出嫁之后，这两大老爷们就是跟着奶奶生活，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就是缺乏女人的细致和浪漫。你不就是这样补充进来的吗？你最初愿意嫁到这个家庭来，不就是因为这个家庭当中非常缺少一个女性的环境，所以你进来了。所以你进来了之后，你就要意识到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当你看清楚了你的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你就应该履行你之前认为的作为领导的责任，让他去干他合适的事情，而不是让他去干他不合适的事情。你既然当初选择嫁了进来，你选择做这个主，所以就意味着你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你要一辈子做主做下去，也会累下去。但这些事情是要一天一天过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是说你今天做了这个家庭的主，你就让这个家庭旧貌换新颜，从此有了大的变化，这不可能。你也是学着做领导的，对不对？这么多年了，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发生哪个男人堂而皇之的非常坦诚的向自己的妻子说我没主见，这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而很多女人也特别想让男人接受自己的管理，但是你今天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你却觉得我做不下去。你已经当上了，就不能撒手，你有责任，慢慢来好吗？至于他，我觉得他可能这辈子就是没主见的。三位老师说希望他能够改变，希望他能够变得有主见起来，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他可能会变得跟你的配合更默契一点，更理解你内心的累和苦，这是可能的，这是一个男人可能成熟的。但是你要让他变得很有主见，我告诉你不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做女主人，可能就要当母亲的角色，当姐姐的角色，可能就是要当一个老妈子，好吧？
行，慢慢来啊，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涂老师。这个眼泪是为谁而流啊？为自己啊？都有吧。理性的，从个人的角度说两组词儿，第一个叫成长和成熟。成熟在我看来是一个结果，成长是一个过程。其实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跟你们的很多同龄人比，你们已经是成熟的。为什么？你们养育了自己的宝宝，你们开始面对生活的挑战。所以不要急于让你身边的那个人去成熟，不要急于问一个事情要一个结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过程当中认知的。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这样，回头一看，5年前的我很傻，5年后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傻了。我想告诉女生是什么？其实你嫁给他是一个结果，那是你那个阶段很成熟的一个考虑。可是当你嫁给他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你推翻了自己很多的东西，你这一辈子会后悔太多的事情。但是既然选择了，你得坚持啊。第二个呢，这个词叫长板和短板。我就想找一个老实巴交的，那是他的长板，叫老实巴交。老实巴交的短板是什么？你心里很清楚的。找完之后说不行，你得把这个长板给我消了，你提高那个，他提高得了吗？你看你也乐了，他提高不了。所以这个错误不是你一个人犯的，我们所有人都在犯。然后大家慢慢的反思，所以这叫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会觉得你会有改变。其实有一个细节我就注意到了，当姐姐不在的时候，轻轻一叫她就会醒，说明她的内心是有担当的。你应该找一个合适你的，你又喜欢的工作去发展。为了什么？为了孩子。这就是长板和短板。我们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短板去磕呀，把自己的长板拉长就好了。我做任何事情我踏实认真的时候，总比浮夸要好得多。挺为你们骄傲的。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心里面，人家就是相爱。我喜欢他，我们共同爱好滑冰，玩得来，他老实本分，我觉得有未来。什么房子车子没有，这更简单。我喜欢他，因为他强势，他能管我，我就想找一个管我的，帮我规划人生的人，我就娶了，多好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一直是比较内向，然后的话呢，不适合做销售这一行的话呢，其实这一点我是挺认同的。因为你的话呢，就是说一直在家当主人的话呢，就是说很累很辛苦，我也清楚。如果说你就是希望自己能轻松一点的话呢，我还是愿意为你改变，即使是改变的过程很痛苦，但我还是依然会去做，坚持下去。我知道你一直都不擅长说话，平时出去都是我帮你说话，我就希望你把那些小习惯改一下，因为我真的是有点强迫症吧，可能，所以我觉得你能稍微帮我理解我一下，帮我多做一点家务事，平常下班回来陪一下宝宝，因为宝宝有你陪的时候，他真的特别开心，我看得到的，我看到你跟他玩的时候，我是特别开心。好，时间到哈。这个《爱的密码箱》里面有你们在录节目之前就放进去的东西，是吧？你的放哪儿了？那边呢？你的放那边了，对吧？请打开这口箱子，看一下对方给你留的是什么。来来来，拿上来。女生给男生留了一碗米啊？对。为啥呀？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在工地上有10-20个人吧，不小心有一次煮成了夹生饭，然后他们特别生气，也特别瞧不起我，因为我从小我也是单亲家庭，我也很自卑，然后只有他一个人特别尊重我说，我觉得挺好吃的呀，我还吃了2碗，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只有他相信我。一碗米饭代表了一种尊重。你送的是什么？湿纸巾吗？尿不湿。不是，你送的尿不湿干嘛？因为的话呢，就是说
在月子里面，我一直在照顾宝宝，就是说跟他把屎把尿的这些都会做。但出了月子之后的话呢，就是说这些家务事情都很少做了。我一定把这个习惯改掉，就回家的话多陪陪孩子，多陪陪你，从最初的事情开始，跟宝宝换尿裤开始。哦，太好了，也是一种决心。好了，谢谢你们两位，来，请回吧。来，请关门。来，请开门。这个给我吧，我给你拿着，解放你的双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来，请亮灯。坚强的理由。好好生活啊！谢谢你们，谢谢两位，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请回，请回，请回。来，把你们的米拿走，米不错，关键看做的人用不用心了啊！好，谢谢老师。我终于才明了，有你的爱多。